我們的高度近視問題不在前面，在後面，有點像吹氣球。你把氣球越吹越大，你就會知道再來要離它遠一點， 對不对？因為它隨便一摸，它都会破掉。对，高度近视一樣，不会因為你把角膜做了手術治療，你的這些狀況就改變，你的危險度一分一毫都沒有降低。你的炸彈就一直在眼睛裡面，所以我一直以為說干眼症只是個小毛病，干眼症你只要點人工淚液，干眼症你只要休息一下就好。可是我沒有想到，當我在開車的時候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那個對我的這種威脅是那麼樣的巨大。其實乾眼症在台灣很常見哦。你走在路上啊，4個人就1個人是乾眼症。就一個，我就發現說，我真的是打字打到我視線一片模糊，因為太專注了。然後或者是進棚錄影，就是那個打字報看不到，然後我才就是試試看，就是主播朋友推薦的這個。葉黃素飲，它是用喝的，然後我真的不騙你，1天1包就蠻有感覺。我們將來談眼睛，為什麼要談眼睛呢？因為我現在周邊很多的朋友現在真的深受眼疾之苦。本來我們都覺得乾眼症是一個小毛病吧，但你知道嗎？我前2天在開車的時候，開到一半的時候，我眼睛一直在流淚，流淚以後我根本沒辦法開下去，不然開下去的時候，我就在停在旁邊，而且這種狀況幹得越來越頻繁。我本來都以為說乾眼症是一個小毛病，可是沒想到對我已經造成極大的一個困擾。那只有對我造成極大的困擾嗎？沒有，我現在周邊的朋友越來越嚴重。那很多人講說，那台灣是一個高度近視的國家。高度近視的國家裡面，我透過了所謂的這個雷射，我透過這個眼睛的這個手術，我是不是就可以把它解決了？但問題可能沒有這麼的簡單。那我到底該怎麼保養我的眼睛？而且台灣現在眼部的疾病，我們剛剛講的乾眼症，居然是荷蘭的13倍。這麼嚴重的眼睛問題，我到底該怎麼保養？我到底該怎麼樣來照顧自己，讓我的晚年或者讓我的眼睛能夠持續的使用呢？好的，今天我們非常特別的是，我今天多了一個這個所謂的助理主持人希姐。嗨，我是希姐，寶傑哥好。好，那我們今天又邀請了眼科的醫師，這個鍾佩珍鍾醫師來跟我們討論，然後說今天我怎麼樣來保護我的眼睛。寶傑哥好，希姐好，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好，那鍾醫師，我剛才講的是我本來以前都以為說乾眼症是一個小毛病，因為你知道我們其實，在電視工作，因為那個強光的關係，你知道我第一個知道乾眼症是李艷秋，因為你只要看到李艷秋戴眼鏡，就知道他那天乾眼症發作了，乾眼症嚴重到他沒有辦法戴隱形眼鏡。那我想說，我們說眼鏡就是不戴眼鏡嘛，沒有那麼嚴重嘛。我一直到我前幾天，那我開車開，我就一直流眼淚，一直流眼淚，那我眼睛根本就睜不開。那你說只有一次嗎？沒有，後来就有一點開始頻繁，就是我有一次開車會變成這樣，我要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就是我可以有一只眼睛比較嚴重，有一只眼睛比較不嚴重，所以我就開車的時候我就要這樣子閉着眼睛這樣子慢慢開。那有一次我嚇到，就是我要停在旁邊，所以我一直以為說乾眼症只是個小毛病，乾眼症你只要點人工淚液，乾眼症你只要休息一下就好。可是我沒有想到，當我在開車的時候碰到這件事情的時候，那個對我的這種威脅是那麼樣的巨大。真的，其實乾眼症在台灣很常見哦。你走在路上啊，4個人就1個人是乾眼症，就一個。對，包括我也是。像你也是乾眼症。剛剛寶傑哥的經歷的這個流眼淚、淚汪汪，其實這個在我們病人或我自己，因為就像寶傑哥說的，因為我長時間在顯微鏡下，那因為我們的工作環境也很亮哦，因為顯微鏡也很亮，對，所以有時候工作時間久，那我們身處在那個開刀房，濕度啦都很低，所以有時候真的是開到後面。我真的會不自主，我眼睛是打開，但是眼淚就不自主，淚汪汪。對，那為什麼會這樣？那個是因為眼睛已經乾過頭，就是乾到極限。因為我們正常的眼睛啊，它是有一個淚膜，就有點像地球有一個防護罩。對，那它是有淚液啦、油脂層來保護我們的角膜、我們的眼表層。可是呢，當你太專注，像在開車的時候，你的眨眼次數會減少。對，像有的人看手機啦，或者是看電腦，或者是玩 game 的時候也會哦。像我開刀也是，因為我們很專注，眼睛張很開，所以你的眨眼次數會遠少於你的平均次數。我們大概1分鐘眨眼，正常人大概10到12下。所以大概5到6秒鐘就眨一次，就是要換氣的意思。可是你很專注的時候，像開車，統計起來1分鐘眨3到4次。對，所以你大概10秒鐘你都沒有給它就是休息，你的淚膜就沒辦法補充。那這時候呢，它就只好啟動一個叫做防護機制，叫做反射淚液。
他趕快補充水，讓你淚汪汪，因為他再不補充，你角膜就要乾過頭，要破皮了。可是我覺得看到一個數字，因為我就是因為乾眼症的關係，我當然去了解了一下，才發現說，原來我們台灣乾眼症的比例人口數居然是荷蘭的13倍。是，這個數字也太可怕吧？為什麼台灣有人講說，這跟你的空氣環境有關？因為我以前騎摩托車，我以前騎摩托車其實偶爾就會這樣子流眼淚，可是我覺得過了就好。可是到了這個年紀，我就覺得它會越來越嚴重。那你有碰過說那個乾眼症已經對他的生活造成什麼樣影響嗎？真的，確實我們乾眼症分2大類早期我們對乾眼症的認知都是缺水，所以你會覺得說，我只要補充淚液啦，這件事就解決了。對，但是在比較先進的尤其是有空污，就是我們的空氣品質不是那麼好的情況下我們發現呢，缺油型乾眼症比缺水型遠遠高出許多，尤其是在比較年輕用眼的這個族群。對，所以以統計來說，86%的乾眼症是因為瞼板腺功能障礙。瞼板腺就是我們眼皮我們翻開上下眼皮有好幾十管的瞼板腺，那它的功能是來分泌油脂。油脂為什麼我們女生擦保養品都這樣？你上化妝水完，你是不是要擦乳液？對，不然很容易就乾。所以我们的水需要有油來鎖它。那這個油呢，它需要一個品質好的油。對，那正常的油是像橄欖油清澈的油它不但提供你鎖水，而且還是一個透明的，讓你視覺不會模糊。但是當你有瞼板腺功能障礙，這個86%就是走在路上10個人大概有8到9個就有這樣的問題。那他會覺得早上起床眼睛會紅紅的，然後容易掉睫毛，視力模糊，而且很容易產生眼屎。都在講我，都在講我，就是我本人。這個其實就是我早上就這樣，我早上起來就是一層薄薄的眼屎在旁邊。是，那如果這樣的話，因為我后來就是乾眼症嘛，是，而且我去做了那個試紙的檢查。是，試紙的檢查是它嚴重到那個沒有任何的呈現，那我就去點眼藥嘛。他講說好，那白人跟我說健保，那我說健保藥會有防腐劑，那我就去買一管一管的淚液，一管一管淚液，我花很多錢，你知道嗎？我就一管一管淚液弄了以後就沒有用，沒有用的意思就是說搞了半天我是缺油的，所以我一直聽起來是複合型，缺油又缺水，所以我光點那個人工淚液是沒有用的，因為只有補水，那你的油沒有出來鎖水，而且它的品質不佳。對，所以這些油不但沒有幫助，還來亂，因為它油有點像我們煮排骨湯，我們煮排骨湯油的那個上面會有一層好像渣渣沫沫。對，我們的瞼板腺如果發炎，產出來的油脂就是像那樣，所以它不但沒辦法提供鎖水的功能，它還會就是干擾你的視覺。會讓你眼屎就這麼來的，對，就是你會很多就是眼睛的一些分泌物啦，在早上起床的時候，尤其在眼頭，然後你會覺得糊糊黏黏的，看東西的視覺比較差，品質比較差。其實這個就是很典型的叫瞼板腺功能障礙造成缺油型乾眼症。可是因為剛剛有講淚液測試也少，所以缺油又缺水，其實這在我們乾眼症族群比例很高，大概50%，就是這個乾眼症的族群裡面，10個人就有5個既缺水又缺油。那我為什麼這麼慘呢？我是因為強光嗎？是因為乾燥嗎？是因為專注都不眨眼睛嗎？我到底什麼樣的狀況？我到底做了什麼事情搞成今天這個樣子？這些都會，我都會。對，就是不管是體質上，工作壓力大、強光，還有我們剛剛提到環境污染，或者是譬如說我們有的人騎摩托車外送，就是常常在大都市住在台北市啦、新北市這樣的族群，因為空氣品質相對沒有那麼好，所以這件事也許搬到譬如說阿里山上去就好了，對，合歡山上去就會好很多啦。那可是我還是要在台北工作，我還是在台北生活，那我該怎麼？我看過您曾經提過，就是說你要主張吃蛋，吃這個鮭魚，然後要吃這個花椰菜，你要吃花椰菜，可是我也都吃啦。我每天早上吃2顆蛋，因為我有重訓嘛，我每天吃2顆蛋，那我也吃魚油，可是我覺得我就是時好時壞啊。飲食當然是一個保健其實飲食裡面對乾眼症緩解來說最重要的一個元素叫 Omega-3 Omega-3 其實就是我們一般聽過的DHA、EPA、ALA 之類的。那當然吃魚是一個最重要的來源大概以日常保養來說啦，每天大概吃手掌大小3份就是每一周吃3次，一周吃3次，對，最少吃3次。我要吃鮭魚，你講鮭魚、青魚、秋刀魚都可以嗎？
只要魚的油脂含量豐富，像青魚、秋刀魚，它這一類的油脂它的含量很豐富。那因為它的 DHA 其實就是 Omega-3，主要是存在這個魚油的成分相對多，當然魚肉什麼也有，但是就是以油脂豐富的魚類。但是我是覺得沒關係，只要是魚，相對喜歡吃都 OK， 優於特別去挑某些。對。那除了飲食保護之外，我覺得最重要一項是清潔，因為我們剛剛說眼瞼的發炎，其實源自於就是你有很多空氣污染源停留在我們的這個眼表層，所以我其實都會建議有眼瞼炎的這個病患，就是說要早晚洗面乳、洗面皂打成細緻的泡泡，睫毛一定要洗到。很多人睡前都會洗睫毛，对，但是早上起床，因為可能時間比較倉促，但是會比較疏漏掉這一部分，所以我會建議早晚都要洗，因為你早上起來其實是你眼瞼炎症狀最嚴重，所以那個洗面乳、洗面皂細緻的泡沫要輕輕的要洗到睫毛的根部，對如果說有上眼妝啦，或者是有一些比如說貼假睫毛啦之類的就是民眾就是这個更要清潔乾淨，對，就是這個是基礎的第一步驟。我覺得我要分享一下，要分享一下，對，因為剛剛鍾醫師，因為你很嚴重的乾眼症，對，因為剛剛鍾醫師提到就是化妝這個部分，那我先講一下我的個案好了，就是我大概小學2年級就戴眼鏡，因為我就是很喜歡坐在電視機前面就是看電視，然後或者是窩在棉被裡面打電動這樣子，對，然後大概5年級就600度，然後那時候就是5年級就600度，對，因為然後那個鏡片已經厚到不能再厚。那時候是愛漂亮的年紀嘛，所以就開始戴隱形眼鏡。所以我從小學6年級就戴隱形眼鏡，然後一路戴到大學。所以但是那時候我已經1000度了，然後我的閃光來到100以上。對，可是因為那時候我還去國外念書，因為整個天氣都很乾燥，然後可能常常熬夜啊，或者什麼眼線已經忘了拔，就是乾到不行，最後真的戴不上去。然後就做了雷射手術這樣。對，但是雷射手術之後，我的眼睛就開始出現剛剛醫生講到就是乾眼症的各種問題，就是你已經是點了就是眼藥水都沒有什麼用，對，然後後來開始就是比如說剛剛提到化妝嘛，之前我有接那個假睫毛，對，那可能就是在清潔的部分上也沒有那麼注重，然後就突然開始我長針眼了，就有天早上起來就是眼睛張不開，然後就是痛痛的、刺刺的，然後還有很多分泌物這樣子，是針眼，從來不長針眼的，我竟然長針眼了，然後去看醫生之後，醫生就說你這個就是眼板腺的那個發炎了，對，你不是，其實它不是針眼，它其實是你的眼板腺整個功能已經失調了，對，所以就很慘，然後就開始，那你現在怎麼辦？我現在就是開始假睫毛不接了，然後注重清潔。就是剛剛醫生講的，比如說那些清潔的那些泡沫，其實市面上都有在賣，那種一罐一罐的。然後每天早上跟晚上回去卸完妝之後，一定要清潔。對，洗睫毛洗到一個不行。不是有人講說，這乾眼症好像也有性別上，女生的這個乾眼症的比例比較高嗎？如果以女生，因為它是跟荷爾蒙有關，所以它這個缺水型確實是因為停經後婦女在缺水型乾眼症這一塊比例相對比男生高，但是在缺油型是不分性別，因為像剛剛講就是眼瞼發炎，清潔當然很重要，那當然適當熱敷也很重要，對，那大家也不要那麼絕望，其實眼瞼的這個問題，其實現在也有治療可以做，有解。就是我們有儀器可以針對瞼板腺障礙的這個腺體來做治療。好，那這我曾經聽過一個說法，就是如果你眼睛不好，那你就要吃葉黃素。那什麼叫葉黃素？你就找一些黃色的東西。所以我每天早上我要吃蛋黃，我每天要吃玉米。然後呢，我吃這些東西有用嗎？其實葉黃素迷思它不是真的在黃色，它其實比例最高在深綠色葉菜類。深綠色所以要吃花椰菜。所有的葉菜類，比如說菠菜啦、地瓜葉、小白菜，就是只要都有吃啊，鮭魚啊、綠色蔬菜。可以，就是每天吃3份，煮熟後像拳頭大小的深綠色葉菜，煮熟後因為葉菜類煮熟它會縮水，對，所以每天基礎的保養大概吃3份，大概有攝取6到10毫克的这個葉黃素。對，那剛剛說的像蛋黃啦，黃色的一些食物也有，但是它有一些是葉黃素，那有一些是玉米黃素，所以它們食物來源不太一樣。对，但是葉黃素跟玉米黃素比較針對是視網膜的保護。那我們剛剛講的 Omega-3是比較針對抗發炎，像乾眼症這樣的緩解的效果。那我們之前講說，有人講說 Omega-3裡面吃那個油，可是覺得不夠。
其實就看到有一個有一個魚油的公司，他就覺得那個量不夠，他就自己做魚油。所以比如說好，我就算是要去買保養品，我要去買这個所謂的健康食品，我其實要去注意到說它的量跟劑量，對不對？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不然我吃了半天也沒有用啊。哦，對，鍾醫師，我吃過一堆魚油，就市面上念得出來的我都吃過，然後就好像也還好，就是體感上沒有什麼太明顯的改變。对，对。其實魚油就是以 Omega 3來說，有分 DHA、EPA、ALA。對，那 DHA 比較針對是眼睛的保養，比如說視神經啦，還有一些就是黃斑部的神經構造的保養。那 EPA 其實可能大家相對聽到比較多，因為像心血管它是有點抗凝血，就是抗心血管疾病，所以很多人想說，為什麼乾眼症是吃魚油？它不是用來預防心血管疾病？其實他們都是叫 Omega 3，所以乾眼症是要吃魚油。對，吃魚油，但是就說 Omega 3來說，大概400到600毫克每天啦，所以你可以看一下我們那個保健食品的劑量，有的是一天吃1顆，有的是早晚吃。我小時候聽過一個，我一定要問你，是我小時候常常聽他說，你把酒不好哦，吃枸杞，吃枸杞爆把酒，是真這樣嗎？枸杞其實是維他命 A 啦，因為它是紅色，這些都是護眼營養素，但是效果當然不一樣。那維他命 A 是比較針對就是角膜修復，跟乾眼症也有點相關，還有夜間視力的修復，對，就是夜盲症這之類，所以它當然適量補充，但是在很多食物上，其實維他命 A 還蠻容易獲得，因為像植物很多有貝塔胡蘿蔔素，它到體內它會轉化成維他命 A。那像食物上有一些像內臟啦，或者像牛奶，它其實有一些維他命 A。對。那它就是本身就是我們剛剛講預防乾眼症，還有夜盲症，對，它們都是護眼的不同的營養素，對，各司其職這樣。那我現在光吃食物，其實就是夠了嗎？我覺得其實大家也不要那麼擔心，我覺得基本上就是飲食均衡，攝取各類各色的蔬果。對，就是各種食物、各種顏色，它有各自的抗氧化營養素。对，那當然像以肉類來說，我當然比較提倡就是魚。魚它畢竟是一個 Omega 3 DHA 最主要的來源。對，但是就是說，如果在沒有大問題下，均衡飲食，不要挑食，這個是最高原則。但是譬如說，有的人有黃斑部病變，像乾眼症，那當然你可以針對特殊的問題去做適當的一些營養的補充，我覺得這個也是 OK 的。那我要怎麼去選呢？我是個外，我什麼樣的狀況，我要什麼樣的狀況，我要吃什麼樣的這個營養品呢？如果譬如說乾眼症的狀況，那當然我們就是補充 Omega 3，對，就 DHA 啦、EPA 這樣的保健食品。對，那像什麼蝦紅素啦、花青素，這個也都可以。基本上要念那個護眼營養素還蠻多，維他命 A、C、E 對都有，對，什麼貝塔胡蘿蔔素然後像Omega 3、花青素、葉黃素、玉米黃素然後或者是什麼微量元素鋅、銅，這個其實在我們的護眼裡面，它有各自不同的效果。對，那我覺得天然的食物均衡的攝取，可能某一些食物的食材它不會是單一營養素，但是如果你都均衡的有補充，基本上可能這些在每天的劑量相對來說是夠，但是前提就是不能挑食啦。但是鍾醫師，我們現在真的是很忙，你知道，有時候一天3餐根本吃不到3餐，可能吃不到1餐，對，然後根本就是沒有辦法說每一餐都吃到那個量，當然是盡量啦。像我自己午餐就一定會去挑那種鮭魚便當，對，然後裡面一定會有就是水煮蛋什麼的，然後花椰菜啊，然後早餐我也會加一些什麼堅果啊、優格，其實也都是算是護眼的食物，對，但是真的還是會覺得說，吃了那麼多，然後包括我自己還要補充很多的魚油什麼的，就都沒感。但是寶傑哥，我跟你說，最近就是我主播朋友推薦一個，我覺得蠻厲害的，對，就是那個是用喝的，你有聽過葉黃素用喝的嗎？葉黃素用喝的，葉黃素用喝的，就是因為它的吸收會比較快，對。然後因為我自己就是像剛剛講說前面吃了非常非常多的魚油，然後我剛好就是上個月吧停了一陣子，然後我就發現說，我真的是打字打到，就是覺得我視線一片模糊，就有點像寶傑哥你剛剛講說你在開車的時候突然一邊看不到這樣，然後我是打字打到一半，因為太專注了，然後就視線模糊，然後或者是進棚錄影，就是那個打字報看不到這樣子，對，然後我才就是試試看，就是主播朋友推薦的這個
葉黃素飲，它是用喝的。然後我真的不騙你，一天1包就蠻有感覺，就是會蠻舒服的啦。對，然後就是發現說，它裡面因為剛剛講到說濃度嘛，那它裡面是有28毫克的游離型葉黃素。然後也有強調說它是有就是一個抗藍光的北蟲草的成分。那像這樣子的一個產品，其實在醫生來看的話，的確是會對我們的乾眼症啊，或者是眼睛保養上面是有幫助的嗎？就如果飲食上不均衡，對，我覺得適量補充是 OK 的啊。就是增加某些特別護眼的營養素，对，尤其在你很需要它的时候。好，那另外一個是。我們現在台灣很多的問題都是跟你的高度近視有關。那剛剛講的，就是說像我們家小朋友就是1000度，然後呢，我們家幾乎每個都有眼鏡。然後現在有一種說法是，我如果高度近視，我去做雷射。也很多人講說，那現在很多眼科，比如不管你是高度近視啦，不管你是老花眼啦，不管你是這個白內障，我手術就好啦，我手術就可以解決啦。那我需要這麼擔心嗎？還是說，其實手術是治標不治本？其實手術它其實帶來的後遺症跟風險其實也是我們要注意，就像剛剛希姐講的，它就是雷射手術之後就有非常嚴重的乾眼症，超級乾，真的。我們首先要先釐清第一個高度近視，大家猜猜看，高度近視幾度叫高度？我知道500，对，500，以前是600哦，現在世界衛生小學就已經達到。对，所以像我在看門診啊，有時候連那個小朋友一年級的來，就已經達標。哇！對，所以其實就說在台灣，大家要正視這個問題。那很多家長會這麼放心的讓小孩這樣子近視自由發展，原因就是他們對於近視手術有一些迷思。就像寶傑哥說的，我覺得我手術雷射好了就好了。對，覺得人生一切重來歸零。對，他覺得有什麼關係？就是2000就2000，3000又3000，以現在的技術歸零，一切就重來，幹嘛那麼認真？我以前有一個同事，他跟我講，他就去做雷射手術。就以前我在這個中晚的 partner，他說他覺得他的形容很好笑，他說他雷射完那天回到家，他洗澡，他說他已經幾十年沒有看到自己的腳趾頭了。洗澡的時候不是要把眼鏡拿掉，怎麼看不到？他說其實他半到眼鏡拿出來就蒙蒙的都看不到。他說那天洗澡第一次往下看的時候，看到自己的腳趾頭，他就覺得他的人生一片光明。可是真的就這樣子嗎？對，很多人手術後以為他宛若新生，但是我要提醒大家，真的不是。不是嗎？手術呢，其實它就是改變我們的角膜曲度。就是利用氣化啦或一些雷射現在的手術來改變你的屈光，它取代的就是你的眼鏡或隱形眼鏡，它讓你得到比較便利的視力。對。但是呢，我們的高度近視問題不在前面，在後面。就是有點像吹氣球，你把氣球越吹越大，你就會知道再來要離它遠一點，對不對？因為它隨便一摸它都会破掉。对，高度近視一樣。就是當你一個水球、氣球吹得很大的時候，它其實是變形，它不會是遠遠的長大，它其實是有點像軸長。所以我們在做近視防控，我們很強調叫軸長，因為它叫軸性近視，它的氣球不是遠遠的等大，它是長長的變長。所以很多人說高度近視眼鏡摘下來很像金魚眼，是真的哦，因為你的眼睛突突的，对，因為你眼球變長了，但是变長相對是怎麼樣？你的視網膜、視神經的一些正常的構造已經扭曲改變，所以你的視網膜特別薄，你的視神經很多，它的那個視網膜後面的分層是分開的，你從就是高度近視的那一刻起，它就分開。所以你說做完近視雷射之後，這些視神經會重新接回去嗎？然後它的視網膜會變厚嗎？不會哦，就是它就是長那樣。所以因為高度近視，所以很多比如說白內障、青光眼、黄斑部病變、視網膜剥離，尤其這4個，它的風險是高於没有高度近視的人。但是不會因為你把角膜做了手術治療，你的這些狀況就改變，就是你的危險度1分1毫都沒有這樣。你的炸彈就一直在眼睛裡面。對。好，那這中間有一個，我們知道現在的這個所謂的眼睛的雷射手術是越來越進步的，是一堆我不知道。可是我的意思說，我用比較好的手術對我的眼睛的傷害或副作用，我不同的手術，我的副作用跟我的对眼睛的傷害會有不一樣嗎？因為我們現在近視雷射基本上還是分在角膜上做手術啊，還有一個我們最新一代叫植入型的微型隱形眼鏡所以應該說，如果大家比較擔心，比如說乾眼症或者是度數過深無法完全矯正，當然現在新一代的這個植入的微型隱形眼鏡，這個也是一個算是
近視雷射的一個最新的革命。它就是放一鏡片在我眼睛裡面，對，就是一個矯正度數的微型的隱形鏡，它取代你角膜需要氣化削切的這個部分。就我不切角膜了，對，直接放一個東西在上面。對，那它可逆，因為很多人對近視雷射擔心，就是我把角膜氣化削切，可能會得到是，比如說乾眼症，對，或有的人可能夜間會容易眩光那這些問題呢，在這個改革之後，對，因為角膜已經不動手術，當然它還有它的其他的安全考量，因為每個手術它有不一樣的適應性，對，只是說當然這個部分它慢慢在提升。那如果說針對乾眼症這個部分，對，也許啦，大家也可以考慮這個新的，但是基本上前提都要做完整的檢查啦。就是我貼那個東西會互斥嗎？因為我們知道你在身體裡面放任何東西都會互斥。這個東西會有互斥的問題？不會，因為這個技術在國外也很多年了，幾十年，就有點像我們在做白內障，我們會植入一個人工的水晶體，對，那這個微型的隱形鏡有一點像人工水晶體的概念，對，所以像我自己開白內障已經20幾年，我們有些開到20年回來的病患狀況都還很穩定，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生物相容性非常高的材質。那鍾醫師，我想要請問，像我是已經做過雷射手術的，那萬一有一天它又回来了，那我度数會再增加。萬一我可以去做像剛剛講的那個植入性的，如果角膜或者是眼球構造許可，當然也是一個方式。那當然要看你回來，不過因為你很年輕啦，有些人是可能隔了幾十年，慢慢也有白內障，所以這個要看你發生當下的年紀，還有你的條件來決定。就是說，你如果真的都不想戴眼鏡，因為慢慢也還會有一個問題叫老花不只是近視。因為我大概是20年前做的雷射手術，然後中間過了20歲，20+20就是現在我的年齡。那我就會害怕說，我邁入40之後，就是可能會有一些開始老花的問題會出現。像我其實最近真的，我覺得我看東西對焦換焦要有一點那個。那還能動手術嗎？要看你角膜條件，因為現在應該說，老花、近視、雷射也有一些比較新的革新的一些技術。對，那當然也有我剛剛說的這個植入型的微型隱形鏡，這個都是我們眼科界就是每隔幾年就有一個很大的躍進，就是往前的進步。對，那我覺得就是要看每個人他的當下或者是評估，譬如說你之後的10-20年，你會需要譬如說考量老花，除了近視之外考量老花，那還有一個就是也許到60歲、70歲有白內障，所以這個考量的選擇的手術方式就不太一樣。如果你喜歡今天的內容，歡迎你斗內相挺，用一杯咖啡、一杯好茶的心意，支持團隊制作更好的精彩內容。而你的超級留言，我都會認真看的。好，那像我這個年紀，我周邊的朋友很多都有白內障，都要換水晶體了。是，可是換水晶體的時候，就很多的一個爭議，比如說有人說你用健保就可以了，有人說你不要用健保的，你一定要選一個比較好的。那有人講說，你選水晶體又跟你個人的體質有關，你不能單純去想說我買貴的就好了。是。我其實開始有這個問題了，那我就很好奇，我該怎麼辦？就是說，如果真的有白內障，那我真的要換水晶體，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我到底要怎麼去選擇哪一種方式對我是比較好的？白內障基本上還是以就是晶體乳化術，只是現在除了手術的部分有提升，也有一個叫飛秒雷射輔助來做手術。那另外一個不用換水晶體嗎？也要，只是說它換水晶體的方式現在也有改变。我們就是健保目前給付叫超音波乳化術，對。那我們現在也有一個叫飛秒雷射來做輔助，有點像你要打蘋果，你是整顆下去蘋果肌打，還是說你先把它削切，再丟到蘋果肌的果汁機裡面去打，類似那個概念。對，那飛秒雷射有點像前置先把它切塊，然後再用健保的超音波乳化術來把它打碎，這個是手術第一個。那第二個就是，你這很可怕，是把我的水晶體打碎。我沒有辦法想象，因為我自己本身專門是在做這個，其實不會啦。就是說，所以手術最重要，當然還是要找水晶體打碎。就是把乳化我們不要叫打碎，這樣聽起來很可怕，叫乳化，因為它的正確名字叫就是超音波乳化手術。對，那它就是把我們的水晶體，你要先把混濁的水晶体嘛，先破壞才能建設嘛。所以先把混濁的先把它乳化掉，乳化掉之後再植入這個透明的有功能性的人工水晶體。那這個水晶體當然選擇上就分2大類，一個就是健保的，一個就是我們自己自付差額的。那差別在哪裡？健保的基本上因為它也不錯，但是它是比較基本型，
譬如說我們剛剛講要調老花，然後有的人有散光，或者是你的近視、遠視，你的度數比較深，它不在這個健保的範圍內。對。可是你又很希望手術後我們不要戴眼鏡，那這個時候你就要針對自己的度數，就像配眼鏡嘛。你在菜市場買一支就是固定度數，你戴了可能好一點，但是没有辦法看到很精準、很細緻。对。但是如果你希望手術後，我老花也不要戴，近視也不要戴，对，那你散光也不要戴，那你就需要照你的度数來做選擇。对。这個就牽涉到每個人的條件，譬如說夜間開車跟不開車的人，或者是你做的工作是很細緻，譬如說有的人是需要做那個很精密的繪圖啦，或者是你的工作是看遠的為主，每個人有他的生活習慣步調，然後用眼習慣。那當然，這個除了考量眼睛條件，當然一個經濟考量也是一個，因為你調的越多種，相對那差別多少錢？差別差蠻多的。多少嘞？會差到10萬嗎？單眼的話，因為像如果以現在健保給付來說，我們大概規格最高就是調所有都調，近視、遠視、散光、老花都調，一個單眼的費用，一個水晶儀可能會到10幾萬。那如果又有飛秒雷射，也許輔助又更多。對，所以這個當然換一個眼鏡要10幾萬。就是如果想要都調的話，對，但是就是說，當然要找技術經驗比較豐富的，因為你的東西不是說品相越貴它就越好，因為你除了條件要符合因為有的人譬如說他有黃斑部病變或青光眼條件就是已經比較末期，那這樣子的水晶體雖然貴雖然好，但是對他來說可能也不適合，所以手術前都要做檢查，就說你的條件適合放什麼，對，不一定最貴最好。但是就是在我們合理的範圍內可以自由做選擇，比如說我想要遠的看清楚，還是說我遠的近的我都不要戴眼鏡都要看得清楚，那你可能就要同時把比如說近視啦、散光啦、老花這些問題一併解決。我可以一起解決嗎？像我有近視，那我也有老花，那我也有散光，是我可以换水晶体，就是客製化，什麼都來這樣。对啊，像我就專門在開這個所以我們很多客人大概6-7成比例的客人會做這樣的選擇，因為他覺得手術後他得到的是人生的第二春啊，就是不用再戴眼鏡，人生的願望是脫鏡。那我這樣可以撐多久？比如說，因為你老花是一個持續進行的那我如果我現在老花改善，那我會不會就不會再老花，還是說我會慢慢老花，只是會比較慢呢？應該說老花是調節力變差，包括你的睫狀肌還有水晶體的彈性。但是因為我們已經把水晶體置換，所以我們已經一次到位，讓你的水晶體裡面有老花矯正的度數，就是可能300多、350度，要看你植入的水晶體的種類，因為水晶體調老花又有分很多不同型，還有依據工作形態，像剛剛講夜間開車不開車，這個可能挑的水晶體也不太一樣，對，可以依照每個人的需求去挑選你適合的。那這個水晶體它自然有它適合的這個可視範圍，比如說從遠到近50公分，或是從遠到近40公分，它每一個水晶體它能夠提供給你的可視範圍是不太一樣。我可以調整的這麼細？是。所以我就等於說我開車我要多遠的距離，更精準的，這個都是可以設定的。對，可以設定，就是我希望我手術後我是遠的清楚，還是說我遠的電腦也清楚，還是我遠的電腦跟手機都清楚？对，所以就是選配，一個是標配，一個是選配。像我阿姨就換了白內障，然後她2隻眼睛就是花了20萬，她就是剛剛就是醫生講到的那個選配，她都選了。對，然後現在就是都還對，像我前一陣子幾個月前剛幫我媽媽開，對，那因為我媽媽也是，她以前是遠視，然後老花大概300多度，對，那因為她就說她希望手術後就是。不要再戴眼鏡，因為他覺得戴眼鏡很負擔，因為有時候出外啦，突然近了就看不到。對，所以我也是幫他調整，就是選擇有做老花矯正水晶體。這會有副作用嗎？就是如果夜間需要開車的人，可能就要考慮，因為我剛剛說的可視範圍不一樣。這個就叫譬如說多焦或長延焦，那它可能夜間的時候有些會有一定比例的叫光干擾，就是光的旁邊會多一個燈，那個叫光干擾，眩光。對，多焦一般繞射圈比較會有這樣的問題，所以但是它相對的能夠提供的距離近的距離就更近。譬如說你需要在
眼睛前面35到40公分，那你就會需要這樣的產品，它才有達到這樣的效果。但是你可能就要有眩光的這個考量，所以如果夜間需要開車的人，就要把這個問題考量進來。好，就是說，對你來說近的比較重要，你可以犧牲就是夜間燈光這個問題啊。如果你擔心不要開也做得到，那你當然選擇。那如果說，我每天都一定夜間就是要開車，因為有的人說我退休後我就是開車要趴趴走啊。對，那如果你擔心，那我們就不要選看這麼近，你稍微犧牲一點點，調到50公分，但是你夜間就沒有眩光，所以這個就是因每個人的條件選擇，對，可以做微調。好，那剛剛講，因為我們現在很多問題都是跟你的高度近視有關，所以高度近視有關的時候，才發現出現一個問題，就是我們現在年輕人，我剛剛講。現在20幾歲就有所謂的白內障，是。那剛剛講，現在視網膜剝離的年輕的程度也越來越高，甚至連黃斑部病變現在也越來越嚴重。那這些狀況在台灣真的，像你們在治療過程真的是非常嚴重嗎？我覺得確實是哦。像我之前有一個病人，他其實年紀大概不到40歲，對，那他也是做過近視雷射手術，他以前大概700多度。那開完也大概，我這邊要認真聽，就認真聽。對，他大概開完也快20年，因為他也是大概10幾歲，快20歲就開。那開完他也享受他清晰的視力將近20年。對。可是他大概去年開始，他就覺得說，他怎麼覺得他夜間開車視力沒有那麼清晰，他開始會沒有安全感。對，那他一開始覺得說可能就是疲勞，因為他在那個科學園區上班，所以他想說他晚上11、2點可能就是累了，但是後來發現好像沒那麼單純，所以他先去眼鏡行去看看說度數是不是增加。那一開始100、200，後來變300、400，對，然後那個會快速增加，对，就是大概每隔3個月去，他就是叫他換眼鏡。你再講可怕，就是我如果在年輕20、30歲的時候，我去做了一個這個雷射的治療，我覺得我的眼睛已經沒問題了，我已經改善我眼睛。可是我如果過了30年、20年、30年，我的眼睛會突然的惡化嗎？那我的度數會標速的增加嗎？所以還好，他去那個眼鏡行的驗光師也蠻有經驗，他就跟他說：“你這個不是眼鏡，不是眼鏡度數可以幫你，你這個眼睛有問題。”所以就介紹他來找我。對，一量果然。他的度數，因為他後來很忙嘛，所以他真的到看我門診又隔了1個多月，他來的時候又回到700度，就是人生又回到原點。對，然後一量就是比較明顯的白內障，就是他白內障熟了。那我們在水晶體在成熟的過程，有點像凸透鏡的效應。我常常比喻白內障像煮蛋，就是你一開始是透明的蛋，但是慢慢是溫泉蛋，後來水煮蛋，後來變成滷蛋、鐵蛋。那它的過程，它的曲度會增加，就是我們煮蛋的時候，你那個曲度慢慢會膨脹，所以它會讓它的近視加深，這個叫核心型白內障的一個很典型的症狀。對，所以它就是因為這樣，所以那個症狀跟你的這個近視度數加深是有關係。對，我們近視就是說它的角膜已經雷射氣化變平，所以理論上你的軸長是不是讓你的光又投射到視網膜這個屏幕上？但是因為你的水晶體這個鏡頭它變凸了，有點像凸透鏡，裡面一直不停的加度數，所以它的光折射就一直往前，所以它的近視就一直加深。对，所以它的源頭不是配眼鏡，它源頭其實是白內障。对，那因為它不到55歲，叫早發型白內障。對，但是已經嚴重到影響視力，所以我們就幫他做健保的審核送審，那當然也過了，因為他就是嚴重到需要手術，就換了水晶球。對，所以後來就幫他做手術，然後替換人工水晶體。那他這樣就好了嗎？當然他現在視力又回到正常，那還好，白內障比較不會像。就是白內障基本上它是一個可以根治成功的疾病，對，所以比較不會有說後續又有一些大問題，所以他開刀完目前都算是還蠻穩定啊。當然也建議他要追蹤，因為他本身就是高度近視。是，所以希杰20年前做的這個所謂的近視，他未來很多的問題還是會持續發生。就是我們剛剛說的高度近視的體質就是高度近視體質。那當然這個是一個部分啊。那一方面當然隨着年紀老化，白內障慢慢也會成型，只是說。高度近視的人，他產生早發性的這個白內障的疾病，相對風險是比正常人高一些。那我換一次水晶體我就解決了，還是說我換了一次水晶體，我如果50歲換水晶體，我可能還要活30年？那我這30年未來還可能換，還是說我換了30歲水晶體換了一次，我就可以一勞永逸？基本上水晶體置換只要一次。像我有些病人，他換了20幾年。我之前才有一個奶奶，因為她80幾歲開刀，現在已經101歲，他回診還很好。
那他當初很有遠見，他就是選那個有調整老花的效果，所以他跟我說他自己一個人住哦，可是他連穿針都沒問題，100歲可以穿針，對，他還可以自己走來。他前陣子還跟他女兒一起去新加坡旅行，很有趣哈。對，所以只要身體顧得好，眼睛顧得好，用到120歲不是問題。那你可以带給我很大的信息。對對，以现在的醫學來說。好，那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講，我現在很多朋友出現的一個叫做視網膜剝離。視網膜剝離，我覺得非常恐怖，是說好像你只要發現突然閃光，然後你不馬上處理的話，那個你會失明的。对，視網膜剝離其實在幾個狀況會比較常發生，當然高度近視是一個，就我們剛剛講水球吹得很大，它變得很薄，所以它相對防禦力就是構造沒那麼穩定，這都跟高度近視有關。對，有關。那當然是就是說有些人他可能有外傷哦，就是比如說以前打球啦，被撞到，然後手肘打到啦，哦，這個當然也是一個。那另外一個就是年紀的退化哦，還有用眼過度，這個都會加速我們。這個叫玻璃體，我們眼球後方的一個構造叫玻璃體，就有點像玻璃透明，但是是一個粘稠的構造。那它是用來眼球穩定我們眼球的構造，但是隨着年紀它會異化，就是它的穩定性沒那麼好，它會異化。所以如果隨着年紀你又用眼過度，或是撞擊或高度近視，這些都會讓這個玻璃體的穩定性、支撐度沒有那麼好。哦，寶傑哥，我想到一個，就是我之前做完雷射手術之後，然後大概過了2-3年，就是回診嘛。然後醫生就說，他看到，因為他們都會點那個散瞳，然後就會照眼底，是对。然後醫生就說，你的右眼，因為我右眼比較嚴重，對。他說，你的右眼就是裡面有大概好幾個小洞，就有點像是他形容的是就是絲襪，女生的絲襪，然後如果有勾到，就會有點小洞那種勾絲的那種感覺。他就說，這個你要立刻手術，他就直接幫我再做雷射把它補回去，所以那個也是視網膜剝離的一個前兆嗎？這個叫柵狀裂孔啦，它其實就是高度近視的人在拉扯的過程，那它會在周邊，因為拉嘛，就是確實很像穿絲襪，你絲襪厚厚的時候，你不覺得它會破，可是你把它拉開，它就是會從比較脆弱的點，對，那這個叫柵狀，有點像這樣一格一格柵狀，對，所以這個在高度近視很常見。对，那為什麼會？因為就是撕的比較薄，所以為了預防它真的從那個地方裂開，我們會在柵狀的這個退化，柵狀或叫格子狀退化，我們會在邊邊打這種釘裝，就是用雷射把它打穿，不是打穿，把它固定讓它像補丁一樣的，對，把它固定在我們的脈絡膜，因為我們的視網膜後面那一層叫脈絡膜。对，它是這麼麻煩。對，所以真的要小心。所以如果有高度近視，不管有沒有做過近視雷射，我們建議定期半年、1年，大概最少1年要做一次剛剛說的這個散瞳檢查。主要就是看視網膜有沒有一些裂孔啦或早期的退化。那你早期發現，當然趕快把它補起來就好了。那如果說我是做了雷射，我也在上面做了一些手術，會讓我未來的視網膜剝離更容易嗎？不會，沒有關係，對，沒有直接相關，就是不會提高，但也不會降低。是，好，那最後一個是我個人也要再問你是，我有青光眼，那我青光眼的時候，那時候很 shock， 是因為我每次做健檢的時候，我的眼壓都在11上下，我不會超過12，大概在10左右。可是我做眼底攝影，因為我後來有一次就是說要做的比較徹底，我就做眼底攝影。眼底攝影他就跟我說，你有眼睛視神經的萎縮。那視神經萎縮就你有這個所謂的青光眼的這個可能，我就要去定期檢查。可是對我來講，那個壓力很大，就是我都正常啊。如果說我不做眼底攝影的話，搞了半天，有一天我真的不可逆了，以後根本就來不及了。真的，所以這個就是建議大家定期要做眼睛的檢查，健康檢查其實很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用來早期發現青光眼。青光眼可能在大家熟知都覺得說，好像是它發作起來怎麼會頭痛啊、噁心、嘔吐。確實哦，青光眼分2大類，一種叫魚角閉鎖，一種叫魚角開放。但是在這個年代，高度近視這麼多，魚角閉鎖很少見的。魚角閉鎖其實是在比較媽媽阿嬤那個年代，亞洲啦，像日本或台灣的女生，就高眼壓。對，它高眼壓，但是它的特徵是因為個兒小、眼睛小、高度遠視，所以它的排水孔很窄。
所以你可能譬如說彎着腰洗衣服啦、拖地，然後以前燈光又不是很明亮，在這樣的環境下或天氣冷的情況下，它就很容易誘發叫急性青光眼。那這樣的急性青光眼是會讓你突然整片好像在蒸汽室，然後突然霧掉，眼壓高到60-70，然後一邊頭痛，痛到會一直吐，還要去急診打點滴。這個在我們早期的就是我住院醫師的時代，我們在值班的時候很常遇到，但是近期越來越少。為什麼？因為現在很多人高度近視，高度近視已經不是小眼球，是大眼球，所以它的排水孔很寬，但是這個又造成另外一個叫開放性青光眼。剛剛那個叫魚角閉鎖，這個叫魚角開放，所以它的不舒服呢不是立即可見。青光眼最常見症狀是什麼？是沒有症狀。這個是開放型青光眼，所以叫視力小偷。对，然后剛剛寶傑哥說的就是眼壓低，因為我們通常用來篩檢你有沒有青光眼，你去做健康檢查，第一關就是量眼壓。對，所以如果你眼壓正常，大部分就說你可能沒問題，除非你很仔細，像我們眼科會特別再去做那個視神經檢查，才會發現說你視神經盤有異常的變大，就做眼底攝影。對，但是呢，就發現說哇，原來你眼壓正常，居然在開放型青光眼的病人，還有1/3的比例是這個叫低眼壓或叫正常眼壓型青光眼，就是他已經是視力小偷，他還隱形的視力小偷，所以這個在亞洲其實這個比例越來越高，那它相對就是不容易發現，對，所以提醒大家要定期做檢查。那另外一個就是說，如果啦你的直系血親有青光眼這會遺傳？會遺傳，譬如說爸爸媽媽、阿公阿嬤，我爸有，對，或外公外婆，直系血親有，那你自己心裡就要稍微有警覺性，因為這個是有遺傳，就像黃斑部病變也會有遺傳哦。對，所以如果你的直系血親有這樣的問題，那當然你除了提醒他要定期檢查追蹤，自己也要注意，可能自己定期要追蹤。那鍾醫師，像我爸爸現在就是有青光眼，然後他前陣子還跟我分享說，就是要一直去不定時的去回診，然後還要在他的眼底就是塞一個水管還是什麼，是因為他的排水有問題。對，然後還要一直用藥，用點眼藥水。那他听起來是比較嚴重啦，因為現在醫學的藥物比較進步，我們早期青光眼很多人確實需要手術，那因為現在的藥物選擇越來越多，副作用也相對比較少，所以我們現在原則上還是會先以藥物治療，除非是剛剛說的魚角閉鎖型青光眼，我們會去打雷射，就是趕快把它那個排水孔打通。但是因為現在相對比較少，所以如果是這種魚角開放型，或甚至是這種低眼壓型青光眼，我們原則上是以藥物治療優先。那現在藥物治療很多類，那如果說你3類4類的藥已經全部用上，但是眼壓控制還不是很理想，就是說你的視神經盤還在進展，持續的變大，表示視神經在萎縮中，那這個可能就會輔助加上手術治療。所以听起来可能爸爸的青光眼控制偏嚴重，对，偏嚴重，那你就要特別小心。真的，希望就是你的視覺越窄越窄。是。可是现在另外一個問題是因為現在的人開始要健身嘛，是。那你要健身，你要舉重嘛。是，那很多人講，那我現在就也困惑，是說，我喜歡做重量訓練，是。可是有人跟我說，你有青光眼，你還做重量訓練，你知道你在做重量訓練的時候會讓你眼壓增高嗎？你眼壓增高的時候又會傷害你的眼睛。那我心裡想說，如果我不去做重訓，我的身體會萎縮，那我到底該怎麼辦呢？就說如果這個有做過研究，沒有青光眼的人，基本上譬如說重訓、倒立、憋氣這些動作，它確實會有一些些微的眼壓變化。就是他可能早晚不一定說什麼時候一定特別高，但是會有一些變化。但是在正常人，視神經對於這個眼壓波動，它其實是可以忍受的。所以如果你沒有青光眼，基本上是不用那麼擔心說什麼倒立啦、重訓。但是我有青光眼，對，有青光眼的人，就是因為我們的視神經盤對於壓力的波動，它不見得一定很高，它有時候是波動，尤其是低眼壓型青光眼。他的意思就是說，你的眼壓沒有高，但是為什麼你的視神經會受損？因為這個有研究，就是說你的可能血壓偏低，那它血壓跟眼壓要有一個梯度，就是說你的血壓要大於眼壓，你的血流才會從血流嘛，身體流到眼睛。那眼壓高的人是不是你的血壓即便正常，那因為眼壓很高，它進不來。那正常眼壓就是說你的眼壓正常可是你的血壓可能稍微偏低，所以這個梯度不太夠這個是一個原因，就是你的循環不太好，所以這個當然會建議要做運動。這樣的情況下，確實
增加你的身體的基礎代謝，還有循環，對於這個血流的改善是有幫助。但是這個運動要量力而為，就是如果會需要過重、憋氣、負重或倒立，可能就稍微要注意，因為在那個不能弄太重。对，因為在那個瞬間，你都不弄重就沒有樂趣，你知道嗎？你就不要那麼重，可是你做很多組，對，那個效果還是有的。对，以次数取代重量，我有在对，或者是時間，真的，对，就是說如果你一次很重，你會憋氣，然後你的可能瞬間的眼壓波動太高，那你一次當然沒關係，但是你很長，那你的視神經就一直處在這種缺氧的情況。但是如果說你做的是比如說有氧運動，然後適量，然後就是有點像就是間歇性，對，那不要過重，但是以次數還有時間來取代單次的重量，对，那持之以恆，應該說比較像跑馬拉松跟短跑的概念，對，你可能比較適合馬拉松。寶傑哥，你就假設你現在是50公斤3組，你就把它調成，比如說那個是我的暖身，你這樣哦，對不起，我錯。那比如說你80公斤是3組，好，你把它調成50公斤或是55，然後你做個4組，這樣子。應該說，可能寶傑哥的能力可能跟一般不一樣。不是，我覺得你知道，我對重訓那個對我來講，你比如說像你硬舉，你要到了130公斤，你才有那個連脖子都會用力的感覺。那你要如果你到連脖子都用力的感覺，你才有那種緊張放鬆、緊張放鬆。我覺得那個對我來講是一個非常大的舒壓。我一定要透過那種把我全身繃緊，連脖子都繃緊，臉都繃緊，眼睛都繃緊，然後我再放鬆。我覺得我才會有那種放鬆的感覺。我可以理解這個，但是我意思就是說，就是不要這樣，沒有心不是應該說像我能力就很弱，我幾乎沒辦法負重。但是我知道像寶傑哥長時我在訓練，對，也許別人的重對你來說不是很重，但是你可能比較喜歡挑戰那個極限。那我是覺得不要繃到最上限，你可以上限再往下放一格，就是原則上是你有達到感覺那種很舒爽的感覺，但是不用到那麼急迫到憋氣，然後整個臉漲紅，那個感覺，對，其實應該那樣就夠了。我要盡量。好，那最後就是我們剛才講很多都是跟你的慢性病是有關係的。是。那我還看你的這個裡面你也提到糖尿病是一個關鍵。是。糖尿病。你如果糖尿病，你這個眼球都會泡在那個糖水裡面，你的眼睛就很容易壞掉。真的，我覺得在台灣糖尿病也是一個大家要注意，因為我覺得在台灣糖尿病的比例相對其他國家是非常高。那我覺得這個啦，也許是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比如說手搖飲啊，飲食習慣比較精緻化，相對有關係。那我們臨床上確實有發現，糖尿病的年齡層也往下修，很多就是可能以往啦，譬如說可能60、70歲，他才開始出現一些糖尿病，因為糖水泡我們的血管泡在糖水裡久，它其實5年、10年、15年，它慢慢會有變化。即便你的血糖控制再好，時間久還是會有併發症。那當然可以控制越好，你併發症出來時間越長越好。比如說你可能60歲發現你有這個血糖的問題，但是你控制很好，也許到80歲才慢慢出現出血的問題。但是我們現在在臨床上有時候發現，30、40歲來自己不知道自己有糖尿病，但是等到發現的時候，是因為他已經突然視力模糊。他來的時候玻璃體都是出血，對。那你問他說你有血糖的問題嗎？不曉得，對，可能平常也沒注意，因為畢竟年輕，對。那請他去做檢查，才猛然發現他自己有血糖高的問題，對。所以我覺得這個跟我們的飲食習慣改變也許有點相關。那血糖高這件事，它也是很多疾病的併發症來源，譬如說白內障、青光眼、視網膜的問題、玻璃，這個都是有相關的哦。好，那非常謝謝鍾醫師，就是。其實眼睛好不好，對我們的生活品質影響非常的大。真的。那像大家說，我開始講的，我以前都覺得有些東西只是小毛病，或者你手術完就可以解決了，好像你沒有那麼重視。可是發現不對，你就算手術完了，你的根本問題沒有解決。那乾眼症這麼小的問題，其實對很多人來講已經造成非常大生活上的一些困擾。所以鍾醫師就跟我們分享，就是你的飲食、你的生活，特別是你一定要定期治療，早期發現，對你的眼睛才能夠得到好的保障。是，沒有錯。謝謝鍾醫師，謝謝。非常謝謝您的留言，而您的留言我們都會來仔細的閱讀。我們非常謝謝Sheena77，你說謝謝我們的製作團隊的精良內容，他小小心意，我們也感受到你的心意，我們也會努力的來製作您喜歡的一個內容。那我們也非常的感謝這個是 Bo Dream Came True Bo。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的用心訪問，你謝謝洪醫師認真教學有關腎的健康這個知識。現在对於這種健康醫療是我們在網絡的部分非常認真要耕耘的一塊。我們當然希望台灣未來是一個強壯的國家，台灣未來也是一個偉大而這個健康的國家。另外，我們也感謝了這個 QB Jacky。那你說我們導正了台灣往正向的道路的無形力量，這就是我們努力的方向。因為我們相信說，走對方向，走正確的路，比什麼都還重要。那我們也非常謝謝這個 Albert 王，他說你深有同感，從大中小去觀看事情，希望能夠找到不同的產業來說說他們的成長趨勢。我們知道現在台灣的整個產業趨勢是呈現一個大爆發的狀況，現在連韓國都非常的緊張，所以未來我們也會多報道這種產業趨勢。我們希望大家共同來成長。另外就是非常謝謝林立清 D2S， 他說你現在看到了伊隆馬斯克的打不敗神話，現在台積電的50公里的強大供應鏈，我們現在也會針對這些國際趨勢，而且在整個國際變化的當中，台灣我們到底扮演什麼樣的一個角色？然後，那我們也看到了，另外就是這個 Lovely 這個您提到的，就是說感謝我們精闢的見解，把台灣的情勢詮釋得非常的清楚，這就是我們現在要努力的方向。因為台灣一直在往前走，台灣的往前走，我們要相信台灣。另外就是這個所謂的755裡面，你特別就感謝，我們也感受到您的這個對我們的肯定，我們真的非常謝謝。另外就是這個藍靜，你說謝謝我們製作優質的節目，他是一個退休人士，支持台灣。我們也希望整個台灣一起來進步。另外就是這個 Boy K， 然後呢，你說謝謝我們提供這個內容，然後您說您是政大傳院的學生，那我們也非常謝謝你喜歡我們的節目，我們也會非常努力的來感謝您對我們的一個喜愛。另外就是 Kenny KH4TC， 那你說很久沒有看到宋老師了，那就宋國成宋老師。那你当然我們在兩岸国际之間，我们也会多做这样的一个报道，甚至就是一个 Helen Pan。然后呢，你说謝謝明老師，明老師是我們非常重要的訪問的來賓，未來他也會定期來上我們的節目。非常感謝你們這個喜歡我們也會非常認真，我們的非常感謝，因為這麼多人喜歡我，對我們來講那是一種責任，那也是一種我們需要的這種所謂的使命，我們會好好的把這些工作做好。謝謝。